神秘台商耗资30亿，在广西修建了一座极尽奢侈的宫殿，各种神秘传闻进去后背发凉。这里是广西玉林，在城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云天宫，里面到处都是价格不菲的奇珍异宝，有世界上室内最大的弥勒佛铜坐像，高30米，重达500多吨，表面鎏金，还有各种名贵的千年红木，各种玉石宝器，哪怕是这一棵不起眼的松树，价值也超过2000万元。还有这成群的锦鲤，每只价格都超过3000元。可以这么说，在云天宫里随便抠下一块木头，有可能都是普通人一辈子积攒不到的财富。云天宫还有2个未解之谜，第一就是它的主人很神秘，现在主流的说法是神秘台商，非主流的说法是绑架李嘉诚儿子的悍匪张子强。张子强是广西玉林人，4岁时随家人去了香港，后来犯下各种大案，被称为世纪贼王。云天宫第2个未解之谜，我们现在外面能看到的规模如此宏大的建筑，实际上向游客开放的只是极小的部分。至于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用途，大多数普通人都无从得知，导致产生了许多离谱的传闻。今天我将去实地参观神秘的云天宫。云天宫的门票是180元一张。要知道，北京故宫的门票才60元，偏远的广西云天宫门票居然是中国最著名的故宫的3倍。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芊芊有礼的女售票员讲话是台湾口音，我敢确认她一定是台湾人。进门后，我迅速地找到了讲解员，跟上了游客的大部队。前面的这一件灯塔造型啊，它这个呢是用到了一整棵的木头呢去制成的。块木被称为台湾的阿里山神木啊，这个树林呢已经是有2000年以上了啊，目前呢已经是禁止开采40年了，所以说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收藏价值。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面墙，这个墙呢是用到了洗米石来做的围墙，叫做马头墙，骑马的马。这种洗米石呢，一般是用大理石跟花岗石切碎加工之后呢，形成一种石头。到了这一扇门呢，它叫做垂花门。其实，在北京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里面呢，就是我们石语座，造型都是非常的精美的。那这个门它为什么会叫垂花门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上面这4根柱子。你看这4根柱子呢，它是不落地的啊，它倒挂在这个屋檐下面，柱檐下面还有这样的一颗垂珠，成一个花朵瓣。所以它这个门就叫做垂花门了。这些什么木头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阿里山神木块木啊，树林基本上都已经有上百年啦，而且这里整体是没有用到一颗钉子制成的，这种呢就叫做榫卯结构，没有用到一颗钉子啊。我们再来抬头看一下上面的这些栏板。这些栏板呢，它全部都是纯手工去雕刻的，采用的是浙江的东洋木雕，也就是仅浙江东洋那边的师傅啊来这里雕刻。像里面的话呢，雕刻的是36幅人物故事，它里面跟外面一共就雕了72幅，每幅都不一样的啊。它叫做龙表，整个龙表的高度呢有18米高。这里我特意要说一下，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高度为9米多。这云天宫的华表正好差不多是天安门华表的2倍。有人说只有2种地方有华表，一个是宫殿，另一个是坟墓。这种说法令云天宫更添一层神秘色彩。云天宫名字的由来也颇具玄学色彩。云天宫在修建时，施工人员在钻探地基，打到36米后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后经勘测，发现整个地基是一整块完整的堪比钻石的原石磨盘。这块原石磨盘形状规则，如同一块巨大的云石，上面布满花纹，很像龙纹，又像天空中的云朵，仿佛一朵漂浮在地心下的云彩托起了巍峨宫殿。云天宫也因此得名。由于云天宫建立在这块特殊的原石地基之上，其建筑标准能达到抵抗8级地震。遗憾的是，云天宫这个名字已经被他人注册在先，于是这里官方的名字只能叫云天文化城，但大家都习惯叫它云天宫。广场上的金线吊葫芦高79.3米，重8.88吨，寓意聚财发丁；金鸡报晓高7.8米，立于铜鼓之上，象征五谷丰登。另有8吨重的万年灵龟、10吨重的金马奔腾等铜雕，材质为黄铜与细青铜。云天宫主体建筑及内部装饰大量使用台湾阿里山千年桂木，包括走廊、吊顶、迎宾桌等。例如，迎宾桌由3000年树龄的台湾神木制成，长度达7米，木材存世量极少，仅存于云天宫。
4楼集贤殿的宝龛由千年桂木雕刻，宽9.8米，含1257个造型，镶嵌关公、岳飞等历史人物故事，堪称木雕文化巅峰。那什么是宝龛呢？宝龛是用来展示宝贝、展示工艺品的一个顶级展示台，所以说叫做宝龛啊。那目前呢是先展示我们这种雕工技巧跟金箔工艺，像中间的话呢，雕刻的是凤凰跟麒麟，它里面的左右两侧雕的也是这个关羽和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外面的话呢则雕的是八仙。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这几根柱子，这几根柱子里面是红木，然后它这个外表啊是贴上那种薄薄的真金箔，也就是把那个金子打磨成薄薄的一片，用刷子慢慢的贴上去。这种金箔工艺在室内它可以维持上百年不变色的。整个作品的话呢，高有这个5.1米高，宽就有9.8米宽，是件非常难得的木雕。一共啊就雕了有1257个造型了啊，这个是展示宝贝的，所以说叫做宝龛啊。馆内藏有檀香木雕瑶池、吉庆、万仙阵等大型宗教题材作品，以及越南黄花梨雕刻的百态弥勒，工艺精湛，材质名贵。这一根巨大的红木外面上了防腐涂料，但特意留出一些小孔，让游客可以亲自闻到名贵红木的气味。走在云天宫之中，几乎到处都能闻到这种淡淡的木香味。因为天花板吊顶和楼梯扶手等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都大面积的使用珍贵木材，被人忽略的一截木头可能都价值不菲。按照现在这些红木的价格，这些木香味完全就是金钱的味道。这么想来，180元一张的门票也还是值得的，毕竟能大开眼界。这些红木香气最起码就值30元。云天宫1993年就开始修建，当时的红木价格相对于现在估计只能算白菜价。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许多珍贵木材都已经停止开采或者开采殆尽。云天宫里的红木，我估计升值金额起码是以亿为单位。云天宫里的玉石收藏也非常丰富，馆内展品中可见巧色玉雕、红水晶石、网状金红石，还有足球大小的琉璃珠、天然花莲玫瑰石等罕见藏品。6楼阁楼的弥勒佛坐像高30米，重660吨，由1000多片铜片组装，耗时5年完成，是东南亚最大的室内铜佛，象征宽容与慈悲。佛像前的日月灯由台湾阿里山神木整根雕刻，高2层楼，铸铜底座是以龙凤，工艺价值极高。参观完弥勒佛，我一个人独自离开，想再顺便重温一遍之前参观的场景，没想到如此宽敞的环境里，处处都只有我一个人。幽暗的灯光，木漆的暗香，四周都是穿越千年的各种宝贝，还有台湾民俗文化馆那些吓人的大神，我不由得后背发凉，脚步都不由得加快了起来。浏览了2个多小时，准备出去时，发现养锦里的小湖边升腾起雾气，一大群老年游客正在拍照打卡，每人一支大炮筒的单反相机，看样子应该是老年摄影团，整个团队呈现出有钱的愉快气息。其中一位另类的大妈，脖子上挂着专业单反，却仍然使用轻便的手机拍照。这人造云雾应该是云天宫管理方专门给这些摄影发烧友打开的，以便他们拍出更有艺术感的照片。我觉得这种服务意识非常可贵，值得点赞。我的广西之旅仍在持续，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会。